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好，今天我們來聊一個非常有趣的視角。過去這一年呢，幾乎所有人都在討論學生怎麼用 AI， 但我們好像都忽略了，其實牌桌上還有另外一批玩家，就是教授。他們早就把 AI 當成一個秘密武器在用了。沒錯。你想想看啊，當媒體還在鋪天蓋地報道說學生用 AI 寫作業是不是作弊的時候，大學教授們其實早就悄悄地在自己的工作流程裡面深度整合了這些工具。這已經不只是一個趨勢了，這是一場正在徹底改變高等教育樣貌的一場寧靜的革命。OK， 那這一次的分析我們會從5個角度來切入。首先，我們會跳脫學生宿舍那個小框框，去看看教授們真實的使用情況。再來，你會發現他們不只是使用者，更像是 AI 工具的建構師。第三點，我們會來聊聊協作者跟自動駕駛這2種完全不同的使用模式。第四，這部分就有點爭議了，我們會進入評分標準的大辯論。最後，我們來看看這一切將會怎麼重塑我們未來的教室。好了，我們現在就正式潛入這個兔子洞，來看看教授們的世界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首先，第一點，我們要跳脫學生宿舍的框架，因為一個全新的故事正在展開。最近 AI 公司 Anthropic 做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報告，他們分析了全球超過74000筆，是74000哦，這個數量很龐大，是高等教育工作者跟 AI 之間的匿名對話記錄。為什麼匿名這麼重要？因為這才能讓我們看到最真實、完全沒有修飾過的使用情況。結果發現，教授們使用 AI 的廣度跟深度真的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這份資料等於是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能一窺教育者到底怎麼運用這項新科技。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你會發現教授們的角色已經從單純的使用者進化成了 AI 架構師。他們在做的事情早就遠遠不只是問 AI 一些簡單的問題而已。這個數據顯示得非常清楚，在教授們所有使用 AI 的任務裡面，你猜什麼佔最大宗？是課程開發。高達57%，你可以想象一個圓餅圖，超過一半的面積都給了它。那相比之下，大家最關心的用 AI 來幫學生打分數這件事，你猜佔多少？只有7%。這就說明了 AI 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個強大的課程設計夥伴，而不是一個改作業的機器。我覺得有一位來自美國東北大學的教授講得非常好，他說，以前那些因為太花時間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現在都變成可能了。像是客製化的模擬、插圖，還有可以互動的實驗。哇，這真的太驚人了！這句話可以說是完美的點出了 AI 的核心價值。它直接把過去教學的天花板給打破了。而且，他們不是只有跟 AI 聊天而已哦。現在的教授們呢，正在利用 AI 親手打造各種客製化的工具。舉幾個例子，像是可以互動的化學實驗模擬器，或是能自動生成評分標準的工具，視覺化的數據儀表板，甚至還有那種針對特定學科設計的學習遊戲。你看 AI 已經從一個問答小助理變成了他們的創意協作者了。這就引發了我們下一個思考：教授們在使用 AI 的時候，他們究竟是把 AI 當成一個協作者，也就是副駕駛，還是直接把它當成自動駕駛在用呢？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着一個光譜。其實我們可以把任務分成2大類，在一邊是需要大量創意、需要情境判斷的任務，比方說課程設計，或是給學生寫推薦信、提供建議。這種時候，教授們會把 AI 當做一個協作者來用。但是在另一邊，如果是那種比較重複性的行政工作，沒錯，像是財務管理啦、處理招生文件啊，他們就更傾向於直接開啟自動駕駛模式，把任務完全交給 AI 去處理。這裡有一位教授的見解，我個人認為這幾乎可以說是為如何正確使用 AI 下了一個黃金定義。他說，真正有價值的是跟大型語言模型對話的過程，而不是他給你的第一個答案。你應該把它當做一個思考夥伴，而不是思考的替代品。哇，這句話真的非常精準地道出了 AI 輔助的最高境界。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這次報告裡面可以說是最具爭議性，也最值得我們去深思的一個部分，也就是關於評分這件事的道德辯論。數據顯示，在所有跟評分和評量相關的 AI 使用記錄裡面，有將近一半，確切數字是 48.9%， 被歸類為重度自動化。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意味着在這些情況下，教授們傾向於讓 AI 直接去執行評分的任務。說實話，這個數字確實有點讓人覺得不安。然而，當然，非常多教授對這件事是抱持着強烈的反對意見。其中一位就說得非常直接：學生付學費是為了買我的時間，而不是大型語言模型的時間。所以，把工作做好是我的道德義務。這句話跟剛剛那個冰冷的數字形成了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對比，也點出了追求效率跟教育責任之間的巨大拉扯。而這個拉扯正迫使整個教育界開始進行一次根本性的重新思考。所以我們進入最後一個部分 ，AI 到底是如何從根本上去重塑我們未來的教室？接下來這句話，我認為非常有衝擊力，它幾乎可以說是對傳統教育方式的一份告別宣言。一位教授在訪談中直接就表示：“我再也不會出那種傳統的研究論文作業了。”為什麼？他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教授們開始意識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如果一個作業 AI 能夠輕而易舉地完成，那就代表這個作業本身可能已經過時了，它已經沒辦法有效地評估出學生的真實能力。一位教育者就說，這種情況會讓他擔心，我們是不是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這股壓力正在迫使他們從根本上重新去設計評量的方式。所以這就留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去思考了。當 AI 已經成為教授的副駕駛，那身為乘客，甚至是未來也要成為駕駛的學生們，到底該學會哪些新的技能，才能跟上這趟旅程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焦點轉移了，教授才是 AI 在教育領域的重度使用者；第二，教授是建構師，他們正在用 AI 打造客製化的教學工具；第三，他們很聰明地區分了協作者跟自動駕駛這兩種模式，在對的地方用對的方法。最後 ，AI 正在顛覆傳統的評量方式，這也迫使我們所有人去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